大家好，我是刘荷花，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。今天的视频，我用这个 Charm Patterns 的纸样做了一件春天的公主大衣，但它的厚度可能更像是冬天的大衣。不过呢，在俗称美国大东北的密歇根州这里，在春花开尽之前，还能再穿几次。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做大衣，过程中大大小小的翻车情况接连不断，感谢我自己没有放弃。如果你想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大衣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。上次用二手床单做了一条复古花裙子，很多人对用的纸样感兴趣，就是同一个公司 Charm Patterns 出品的。因为很多人问，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大家可以上网搜 Charm Patterns， 就可以找到他们的网站。里面的纸样有 PDF 的，可以自己在家打印。那还有一些纸样有实体书。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纸样，虽然有点贵，但都是复古版型，尺寸全，而且每一步的说明非常详细。像今天用的这个纸样，一整本有70多页的说明，当然前提是你能看懂英语。而且创始人 Gertie 有很多新手友好的缝纫教程，像今天的大衣就在油管上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教程，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面。今天做的这件大衣是一件 Princess Coat 公主大衣。它的领子是披肩领，上衣这里的公主缝创造出容纳胸部的空间，腰部收紧，下摆是非常美丽的大裙摆，袖子是非常有戏剧效果的灯笼袖。这件大衣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50年代最受欢迎的品牌之一 Lily-Ann。那我也去了解了一下有关这个品牌的知识。Lily-Ann 成立于30年代的加州，着重做高质量的女士套装和大衣。它代表型的轮廓就是掐腰的沙漏型曲线。那当时刊登在时尚杂志上的广告是无数女孩子的梦想。现在50年代的 Lily-Ann 公主大衣非常有收藏价值，一件甚至能达到1000刀以上，所以复刻出一件 Lily-Ann 大衣能够非常省钱。这件大衣想做已经好久了，面料1年前就已经囤好了，一共买了6米的布，是这样淡粉色的羊毛混纺，细看是由粉色、米白色和浅棕色的纤维制成，很好看吧？很春天吧？当我开始裁布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了一个大问题，就是这个布太厚了。当时我把布拎回家的时候，就感觉那个布特别沉。但是我完全没意识到的是，这些布做成大衣，重量也不会减轻多少啊。但是布已经买了，钱也花了，春天要过去了，再买别的布也来不及了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做了。这真的是我剪下裁片最多的一次，光是纸样就有27片。而且要裁3份，除了外层面料，还有里料，用的是一个很可爱的粉色波点聚酯纤维。这个布后面也给我造成了巨大的麻烦，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。还有就是粘衬，这个粘衬是特别用于做西装的，非常柔软，可以模仿手缝衬的感觉，英文叫 weft interfacing。上衣裁片的形状有点奇怪，因为包括了一个披肩领子，领子就是从这一条 roll line 翻出来。在开始缝制之前，要先开包边扣眼，然后缝合公主缝。这些技巧我在做麦瑟尔夫人通勤装的那一期有详细拍过，所以这里就简单带过。I'm old-fashioned, but I don't mind it. That's how I want to be, as long as you agree to stay old-fashioned with me. 这里要给强迫症患者们先道个歉，我知道我的指甲惨不忍睹。是这样的，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涂过指甲油了，不是我不喜欢美甲，而是在美国去店里做太贵，自己在家涂呢，一干家务活就疯狂的掉，所以我可能有6、7年没有做过指甲了吧。上次去闺蜜家，心血来潮就涂了指甲油，但是回到家里没有任何卸甲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就变成这样了。我自己也全程很抓狂。把前片和后片沿肩膀和领子缝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布料太厚的痛苦。其实2层布平着叠在一起缝合都还好，但是因为肩部这里有一个嗓，那这里的厚度是2层面料加2层粘衬，而且还对折在一起。
对我的小缝纫机就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。虽然缝的时候要求在嗓这里断开，跳过嗓再继续缝，但是由于布料太厚，缝纫机没有办法刚好到达嗓的开始点和结束点。缝好后，嗓的两边就有2个小洞洞，只能再用手缝把洞补上。一番折腾后，上衣的雏形终于出来了。灯笼袖分3个部分，上半部分、下半部分和收袖口的衬布。从裁片的形状就可以看出，用的布料不是一般的多，又为这件大衣增加了许多重量。不过缝好后的效果真的很值得。The sound of rain upon a window pane. 接下来用内衬把上衣襟和领子的边收好。话说 facing、interfacing、lining 这些词的中文到底怎么说啊？内衬、衬布、里布，傻分不清楚。反正这里我指的是 facing， 它的形状和上衣前片非常的像，稍微窄一些。缝的时候又一次被布料太厚折磨，尤其是后脖子这里，太多的缝份重叠在一起，穿上卡脖子，所以我把这里的缝份修剪掉了，就好很多。裙子的部分很简单，但是工作量很大，一共有8片，对应上衣的8个缝。我给裙摆加长了1英寸，这样里面可以搭配长一点的裙子穿，也不会露出来。把上衣和裙子连接在一起，这件大衣的外壳就做好啦。好的，终于到了给大衣的里面收尾的工作了。缝里子基本就是再把整件大衣重新缝一遍，工作量 double。一件自己做的大衣，里面要和外面一样好看，这也是为什么里料我特地选了可爱的波点。但是我真的很想吐槽这块布料，它中看不中用啊，又滑又薄，还织得很松。用剪子一剪就疯狂掉毛，我的身上、地上还有熨衣板上全都是它的纤维。这些其实已经不算什么了，最让我崩溃的点是我把整件衣服缝好了几天之后才发现的。大家，我刚才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个料子我轻轻一拉，它就要裂开了。天哪，我真的不敢再拉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是料子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？有没有懂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？是不是我用的针线太粗了？因为我一直用的就是 all purpose 的针线，是不是应该换细一点的？请懂的朋友们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。里面和外面缝合在一起后，就是最后的收边了。把袖口的里部固定在衬布上，裙子的下摆也收边。这次下摆我全部用了手缝，缝了1个晚上，用的是这种交叉的针法。我本来以为自己缝的还不错，但是正面看还是隐隐有一道痕迹。我猜是因为我的针脚距离布边太近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最后缝好扣子，一件春天的公主大衣就完成啦。I'm old-fashioned. I love the moonlight. I love the old-fashioned things. The sound of rain upon a window pane. The starry song that April sings. This year's fancies are passing fancies, but sighing sighs, holding hands, these my heart understands. I'm old-fashioned, but I don't mind it. That's how I want to be, as long as you agree to stay old-fashioned with me. 我一直担心这件大衣对于春天来说太厚，但是这种担心对于密歇根的天气来说似乎多余了。
我穿下去拍照那天天气正好很冷，这件厚重的大衣就刚好合适。我那天走的匆忙，忘记带胸针了。我其实是想搭配这个可爱的瓢虫胸针，那这样看起来整套就更有春天的生命力。虽然制作过程十分坎坷，但是能够坚持到最后，把这件大衣做出来的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而且说实话，这件衣服的瑕疵也只有我知道，外人看来还是会赞叹于它优秀的版型和美貌。缝纫就是从踩雷中不断学习的过程，当你完成一件衣服的那一刻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漂亮的小裙子和复古的一切，别忘了关注我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。我是刘荷花，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，我们下期见。As long as you agree to stay old-fashioned with me.